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酷酷聊，我是 MC 拉姆。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MC 小牛。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奶绿 ，Hello， 欢迎 Hello， 我是潘奶绿。那奶绿除了是大家熟知的恋综女嘉宾以外呢，还是投资分析师，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也跟投资和搞钱有关。是的，而且今天我们是 Girls Talk， 所以说小侯老师你先去忙吧。我们很默契的穿了粉色，对，是的，非常适合女生们的一个 outfit。是的，这样子的。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很想知道奶绿你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了这个投资分析师吗？可能要从小开始讲嘛，因为我是福建人，然后就是沿海一带，就可能南方人或者说沿海一带的闽商啊、浙商啊，或者说广东那边粤商，就是我们会很小的，就是会知道说家里有人在做生意，然后耳濡目染的，每天爸妈家里就是打电话来聊钱啊，然后去。他们的朋友们也是跟他们见面聊天的话题也是钱，所以从小对怎么去钱生钱，然后有做什么项目，然后或者说他们做生意就是客户压成本，然后就如果做工厂的话，就是跟工人谈那个就是生气啊，然后上面到上游你要怎么去跟客户去聊这个单子要怎么抢，就是从小就听，所以从小是对钱这个东西会比就是没有在做生意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小孩会敏感一点，然后加上咱们中国人的数理化，出国到外面留学的话是秒杀他们像北美啊那种就是比较基础的那种理科教育的，所以就是数学比较好。那我觉得结合一下钱跟数学，我就只能学商，然后就是顺理成章学金融。那就是在耳濡目染的这种驱使之下，里面会带有一些你自己的兴趣吗？就是你是喜欢它的，而不是说通过环境啊这样子的因素去推动你成为的。确实是喜欢。然后环境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是只有我们家这样，还是就是大部分人的南方家庭，就是爸妈会觉得。你给别人打工，你没出息，就是真的会这样。然后我听过很多，就是说你宁愿自己去做个小生意，小本买卖也比你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好。但是好像北方的家庭更希望小朋友去考公，不是小朋友，就是孩子去做一个很稳定的职业这样子。对，因为我是山东人，我们就是考编考公大省，就是我们平时感觉家长打电话聊的也是，哎，你们孩子这个考试顺利吗？什么考的怎么样啊？一般都是聊的这些，哇，几乎不太会聊钱。而且我感觉确实就是，反正至少我爸妈他们小的时候是不太会跟我讨论钱的问题，而且他们即使聊钱，可能也会就是不在我面前这样子聊，他们就觉得钱是长大以后的事情。哇，真的有很大的差异。我很少，就是我们那边很少，就是说鼓励孩子去考公，或者说去就是有很稳定的职业。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生意做得好，你是一个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真的很不一样。我知道我妈妈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就说谁的孩子又考上公、考上编了，然后说我要不要就是回济南啊，要不要就是去，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就是在父母的身边，然后有一个铁饭碗。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然后你具体收入多少就是没关系，你只要就是在身边稳定就好了，能活着就行。对，哇塞，真的好不一样可能因为沿海它就是可能进出口的那个港口比较多，对，然后加上很多我们闽南人就可能。就是那个文化，就是说，如果你很努力，你可以赚到更多钱，就因为资源更多嘛，所以大家就很拼很敢打。闽南有一首歌叫《爱拼才会赢》，你们听过？我叫爱比啊，爱呀，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拼，然后就是很愿意为了赚钱去。付出很多努力，这样，然后赚到钱就会很爽，觉得光宗耀祖。哇塞，那好棒啊，真的好棒！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就是家里人一直跟你说，只有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我爸妈绝对不会说这句话的。我们家永远都是这样的思想，你觉得你如果不学习，而且你读书不好的话，你就是没有出息，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根本不会有你们那样。就是我们是鼓励小朋友去社交，就是你要人情世故方面啊，然后包括。你做生意要有你自己的生意经，你要通过人脉去拿到信息差才能赚钱，这样。怪不得我刚刚就是今天刚来的时候，刚见到奶绿的时候，我就觉得虽然我们是同龄人，但是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就是比我们同龄人还要更成熟的一种气质，我会有这种感觉，很像那个老板。
对，很像老板，真的很像老板。哎，那如果是就是你们从小就会接触这些东西，那比方说你们赚到1个月的工资之后，可能花不完或者怎么样，你们会怎么选择？你们会去就是刻意的去理财或者是怎么样吗？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我每个月工资到手之后，我就是放到银行卡里，或者是就放到余额宝里面去了，然后我也不会去想到怎么去钱生钱啊，或者是这样子，这就常常月光掉了。你们会就是有什么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我自己，因为我主业是做金融的，然后我会接触到很多跟投资有关的信息，然后可能又会借着公司的平台去认识到很多就比较也不叫就是很前沿的消息吧，就这些消息可能没有那么的透明，就我可能会比已经公布出来之前就更早知道，那我可能就会就是公司在买，然后我可能自己会偷偷买这样。但是只是仅限于我个人的主业正好是这个，所以我可以把就是我剩下来的钱拿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你主业不是做这个的话，我觉得像你们这个情况，我觉得就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不能讲，反正经济下行期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投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它也有可能就是你懂吗？然后也就是不要太存着，就一点不花，就是委屈自己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存着的钱吧，你要是不就是尽可能的去享受它，或者是说去支配它的话，你不是被骗掉，就是你懂吗？种种的情况它就会没有掉。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太委屈自己，就是完全不花钱这样。那感觉就是一般收看我们酷酷聊的朋友，可能就是上大学呀，或者是高中时期。那你在上大学还没有就是正式的从事金融这份行业的时候，你是如何去就是每个月的生活费你大概会怎么规划呢？还是花掉就花掉了？我其实大一就开始自己赚钱。哦，真的吗？对，那然后当时就是有赚来的一些钱，就是我更倾向于花在体验型的东西上面，就是我会拿这些钱再去学新的东西。我很少，就是我是一个物欲非常非常低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买什么很漂亮的衣服啊，或者奢侈品啊，或者说就那种纯物质上的东西，我的欲望比较低。但是我对比如说去旅游或者去学一个什么课，然后我报很多兴趣班，或者跟朋友就是去很 chill 的去聊一些什么，就是在海边，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体验型的东西，我就会更倾向于这样的消费。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会认为这种实践性的东西带给我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对，而且它会跟着你很久。但是那个比如说你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你可能当下漂亮开心，穿了就不想穿了，而且拍过一次照它就对，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但是那个体验型的东西，比如说我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它就会一直跟着我，然后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就用上了的情况下，它突然就发挥作用了。是这样。所以其实你们是比方说，去学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去旅游，是很舍得给自己花钱。对。但如果是买衣服，很昂贵的奢侈品，那可能就是要再三斟酌。对，是这样。那这种其实思考方式还蛮好的，因为我就是比较反面的一个例子吧。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物欲强，就是我就是喜欢买东西，你开心就好，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开心，那你就去做。我是知道我去买这个衣服，我自己不会开心很久，那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自己其实舒服的方式嘛。这种思考方式其实还蛮好的，就是想到可能买到这个东西，可能就开心一下子就老娘就是配。那真的很，因为我买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明知道我可能就开心，就是付钱那一瞬间，这个东西拥有我了，我好开心。但回家之后我就会后悔。但是你赚钱的动力啊，没关系啊，就是你一直用掉，那你就一直赚，一直用掉，一直赚，也是好事啦。是的，有欲望是很好的事情，确实，它会变成你的动力，赚更多的钱。对，欲望非常强的3个小女孩，我们真的很想搞钱。真的，谁不想搞钱？对，那你大一的时候就去做兼职，当时是做什么兼职？我整个大学生涯来讲，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大一开始做模特，然后做完模特，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模特姐姐，她说她之前参加过一个选美比赛，她说缺人，问我能不能去帮个忙，然后所以我也参加了一个选美，然后当时那个通过选美。它是凤凰卫视的一个比赛，然后他那个是选主持人嘛，所以我也通过这个节目，后来在多伦多接到很多跟主持有关的活动，所以有做主持人，然后我还有做长视频，就是我当时是因为高中刚出国那会儿长痘很严重，所以我那个。后面因为自己皮肤修复好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要告诉所有人我是怎么祛痘的，所以我的那个频道就可能非常的垂直，针对于就是油性的痘痘肌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又分享一些自己的留学经历，然后大家就会很爱看，然后所以我当时那个长视频的那个频道做的也挺好的。然后很多还有很小的东西，就是我有去送过外卖，送外卖，然后还被那个有被长视频的。
频道的粉丝认出来，然后就当时被认出来的时候，我还穿着那个阿迪的澡堂拖，你们知道吗？就是非常的意外。然后我还有去就帮小狗洗澡什么的，然后还有做过很多，就是我当时不是做那个主持人嘛，然后我觉得我还想了解一下整个幕后的一些策划的事情，所以我有去。做策划就是去贴那个红地毯，就是把那个胶卷卷了一圈，然后把红地毯摁在地上，就是让它不会动嘛，就做过很多事情。然后我还有去面馆里面打工，就端盘子、擦马桶什么的。康永哥，对，反正就是大学时期，我觉得是非常开心，我体验了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很丰富的经历。然后我在每一段经历都会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对现在有帮助，哪怕是给面馆端盘子，我都觉得对现在的我是有帮助的。你真的是过了跟我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我大学的时候，就包括我从小到大，我爸妈就是说，就是学习就行了，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在上大学之前，就是没有在工作之前的时候做过的唯一可以赚钱的工作，就是帮家里扫地，给我5毛钱。家里吗？就是在家干家务，然后爸妈给我几块钱，这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那个钱是可以花掉的吗？就是可以花掉的，那还行。就是实打实给你的，对，实打实给到我几块钱，几块钱还要贪吗？那你太贪了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上大学之后，哇，我听你讲，就是你那个学姐跟你说去选美比赛什么的，我感觉如果我听到这种消息，我第一反应会说啊，骗子吧，这种事怎么会到我头上？我真的会觉得是骗子。因为他参加过，然后我认识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有点可信度。对，那当时不会觉得就是这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比较抛头露面的工作，你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吗？比起担心安全，我其实更反感这种比赛，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可能80年代或90年代，就在香港选美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比较漂亮女生唯一可以出头的一个渠道。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就是真的漂亮女生哪里会去参加这种比赛来证明自己漂亮啊？我真的就是去帮个忙，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好奇宝宝，对很多自己没有去过的领域或者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都是会保持一个我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的这种心态。然后比起去听别人怎么说，我更想自己去经历嘛。所以我说，那我自己去试试看好了。然后其实我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有出一个就长视频来聊我当时选美的这个经历，就是还蛮好笑的。就它是一个很抽象的经历，反正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物化女性的一个行为。就是我觉得女性为什么美要被任人评判，就是谁第几名怎么还要比赛，而且还会有一点雌竞的那个感觉，就所以当时小小的老子是非常不爽的。就是我参加那个活动，就是好像前后7天嘛，他也是到处带你在北美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我好像当时脸就臭臭的。但是私底下就是我跟工作人员关系啊，因为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阿姨，就是我觉得他们工作也是蛮辛苦的，就是哪怕这个赛制我觉得很反感，但是我跟他们关系还蛮好的。就是反而是这种心态，我莫名其妙拿了冠军，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可能没有很强烈的欲望或者目的性，我想要做这个比赛，但是我私底下跟他们关系好，就可能会帮他们拿东西啊，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啊，他们觉得反而这种他们觉得比较叫什么亲切，对，然后就可能愿意把这个奖给我，然后包括我表达能力啊，跟他们沟通，他们也觉得舒服，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这样。但是我说实话，那个比赛就是我要不参加那个比赛，我可能在多伦多也不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主持这个项目。那我不接触主持，我就不会认识到很多就是可能主办方啊，或者说各行各业的人，那我就不会有更多在我领域之外的一些认知，所以我觉得都是对我后面包括到现在我的表达能力啊、总结能力啊、临场反应啊，包括对镜头就是比较自如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这种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铺垫了。对，我觉得你也不知道你当下做的事情为什么以后突然间可能哪一天就用上了。是的，像你以前做的那么多的兼职，估计也是做了一些铺垫。而且我觉得奶绿很厉害的是，你大1就开始了。我大学也有开始自己挣钱，但是我是大2的暑假才开始有这个意识的。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是我想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想我需要钱，所以我才去挣的。可能我是更偏向于被动，你是主动。你是想要主动的，我要去干这个，我要去干那个。对，因为当时我金融的实习就是被停嘛，银行不开，然后学校也没有上课。我说待家里我快疯了，一天都待不下去，因为我是一个需要通过我是艺人，然后需要跟人的链接产生能量的人。所以我说我要去打工，我要每天跟很多人说话，我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呼吸，然后我就去了。
那你其实就是从小会对钱比较有概念吗？对，因为我是一个对钱很没有概念。你知道，我当时刚上大学，大一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我就是当时家里给我的生活，因为我在杭州上大学嘛，然后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是3000，然后我第一个月莫名其妙花掉1个 W， 然后我爸当时看，因为我爸跟我绑的是那个亲密付，然后他一看他那个银行卡，他说李月如你疯了吗？你要在杭州买房子吗？他说你是不是疯了？哇，我交房贷了。但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是一个对钱超级没有概念的人，包括我现在也是，就是我每个月不管赚多少。我到月底一定会就爸爸妈妈给一点的那种，我对钱很没有概念，所以我这期我真的超级感兴趣，搞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搞钱是一种能力，能把钱存起来，或者是能花到刀刃上，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其实搞钱最重点的是执行力那个部分，因为其实有很多路径可以去搞到钱，但是很少人真的迈出那一步去了解，去知道自己该知道什么东西，就大部分人是他不知道自己该知道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迷茫、最焦虑的状态。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去拿到你不知道那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学会那个你不知道的部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大家需要一些渠道，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你本人对什么感兴趣，以你的兴趣点为出发点，然后去，因为你感兴趣的东西，你肯定更知道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它的变现模式啊，或者说哪怕你今天投进去，你想投钱，你也知道它未来可以值多少钱，就是你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你会更有更了解。但是如果是你完全不熟悉的领域，你说我今天就是想投资，我觉得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还是以你了解的领域出发，就比如说你们大家都是做短视频为主，那可能除了做短视频可以变现之外，那短视频相关的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变现？就类似这种，就利用你们现在有的职业，然后去辐射到你可以做的一些副业，或者说就是纯兴趣爱好。我就喜欢拍照，我可以帮别人拍照赚钱，或者说在别的吧，就是可能还是以个人出发。那你们当时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感觉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兼职是什么？我经历的每一段兼职，其实单拎出来都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就是对自己的意义比较大的意义。那我觉得就是人生主线来看，肯定还是就是实习的部分吧。因为我其实很幸运的是，我刚入行我就遇到了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师傅，因为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嘛。长视频平台也对我很有意义。我最开始是做就是分享我长痘的一个很我看了满满的全是干货对，就是那个最开始是分享自己的一个比较不开心的一个心理吧，然后有很多人共鸣，他说那你是怎么好的？所以我最开始是没有抱着我要赚钱这个心态去做长视频的，而是说我就想帮大家，所有人都不会长痘，女孩子怎么都要给我漂亮起来，然后大家都一起早睡早起，健康作息，控糖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用真的很干的货去让大家知道说系统性的了解祛痘这个原理，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比如说激素啊，还是你的生活习惯啊，种种原因去分析说为什么你会有痘痘，那从根源去治疗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像短视频现在你涂个什么东西你能好，就是不太一样。对，所以当时那个经历对我整个就是语言表达，包括系统性怎么去系统性的学习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然后再以一个很有趣的方式表现给大家，那个是经历还是对我现在的表达能力，就是我觉得意义也很大。能感觉到你的表达力真的超强，真的说实话。在输出我知道少说一点，那真的超强，而且我感觉你讲的就是很有条理、很有逻辑的那种。那拉姆呢？你会就是有大学时期做，你觉得对你来说，对你的整个后续来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份兼职是什么？模特吧那个确实也是做最久的一份了。我是这样子，我是当时大2暑假的时候，我不是暑假一般都回家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不回家，我要留在上海，我要挣钱，我要去找个工作。然后当时我有认识的就是师哥师姐这样子，他们会有出去给小孩代课的这样子的资源，然后我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就推给我，然后我一开始先是去给小孩上课，然后小孩上课，然后那个暑假我本来是打算去找个机构，然后就是系统性的去给小孩上课，但是一直没找到，就是一个很契机，当时是有一个公司说要签我。然后当时我也是超害怕。他们怎么发现你的 ？Boss 直聘啊。某某求职软件。对，就是然后当时我在上面的时候，
他们我就发了几张自己平时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可以来我们公司面试吗？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我也是，要是我也是会感觉骗子。我说我有长得那么让你就是迫不及待想牵我吗？我当时一下子，然后后面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肤色其实它这个时候成为了我的那个出彩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说要那个什么，我就去了。但是我也是很谨慎，去了之后，但人家没有签，但他后面给我推了一个去帮别人，就是模特里面，我做的是平面模特嘛，他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有些时候这个模特本来定的这个模特，他可能没有时间来定妆，他们就会找一个身材跟他差不多的，模特过来帮他试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给我推了一个去帮别人试衣服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儿给我，然后那天我去的时候认识的那个男模特，然后那位哥们儿，然后他就是一眼看出来我是一个新人，然后他就说啊，他说没关系，你有什么你就问我就好了，他说我可以把你拉到群里，然后怎么样，你需要录一个什么，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你有安心下来？哇，我那一下就其实也算是他带我入行的，然后那一下我就是觉得有点靠谱了，这个行业不错，对，然后但是进去也踩了很多坑啦，我觉得像这种自由职业，尤其是这种兼职，而且是需要你纯靠自己去跟别人沟通，去跟别人打交道的这种，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我第一次就被骗我也是啊，我被骗了420刀，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叫 Orange Model 的。你也是去面试模特吗？对，他要你花钱，然后给你做模卡。对，老外也是这个套路。我第一次被骗了。你是国外的？不是，他这个应该是你去签这个公司，然后他才让你给钱给你做模卡呀。对啊，我去了呀。我签了呀，签了一份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合同，然后当场拿出 POS 机要我刷卡420刀，一下就没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我第一单就能赚500刀回来，结果就再也没有生意了。但是他那个公司实打实的，就是他是有实体店在那边的，可是就是你接不到单，那说白了就是骗子嘛。对啊，就骗你的这个钱。对，美名其曰。但我在想，他一个月房租那么贵，他这骗来的钱真的够他支持他开这么久吗？他既然有实体店，应该也有帮他赚钱的模特吧？对，我也觉得没有，他没有任何模特啊，我不觉得他纯靠这个赚吗？对，我感觉是他每天要骗多少人来呀？看来有很多人都会上当受骗。是那我还好，我当时也是就很感谢那哥们儿啊，居然就是他当时给我推了一个人，是专门做模卡的，10块钱一张。那还好啦，我就自己去做了一张，还好啦。对，但是选照片很重要啊，你要选那种有质感的、客户会喜欢的照片，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审美。对，确实。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谨慎，真的太容易被骗了，尤其是你这一眼就看出来是新人的，这宰你一宰一个准。我觉得被骗钱还好，我觉得是危险对，我也感觉是危险。对，你不一定会碰到什么坏人让你拍什么照片。还对你做什么乱七八糟事情？对，我觉得还挺，所以你们两个真的还蛮胆大的。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当时就是选美之后有遇到的一个比较，你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是有点像潜规则的一个饭局。来，竖起小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当时我是在多伦多那个地方比的赛，因为是第一次它是整个美洲赛区，以前在洛杉矶啊，然后各个都是基本在美国，但是我们是第一次在多伦多比赛，然后正好我又是多伦多的选手，然后正好我就赢了嘛，所以当时很多就是就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就有点想要来就是 approach 我这样然后就他们可能觉得我投的一个节目，然后你当了冠军，你要来陪我吃饭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在期末考，懒得理他，我就就是我因为我 final 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全身心在复习的那种。然后复习完之后打开，然后发现他的消息就是一直找我觉得很恐怖。然后其他的我们一起去比赛的，就是一些女生，就也有收到这样的消息。然后就反正就是可能也是确实年纪小吧，反正就是觉得说算了，那就不去一下吧，因为好像对方也很坚持要去这样子，然后去完之后我觉得很恐怖。他那个饭桌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圆桌，然后就是俩男的中间一个空格，俩男的中间一个空格，就是让我们女生坐在他们女生之间。妈呀！
然后我当时就吓到，因为我从小就我们家是没有任何应酬的这种事情，对，或者说有应酬我也不会去，然后我不知道是这样子，我第一次你想18岁，我觉得很害怕，然后但是就觉得因为其他人都比我大一些嘛，那些女生，然后他们就说没事没事，我在，就是他们会有就是让我安心一点，然后后面就开始就让我们喝酒啊什么的，但我真的酒精过敏，我真的不喝，然后他们觉得我是就是装什么清高，对，就有点那个意思，然后我就当时吓死，然后就是聊一些他们就是中登的一些什么忆往昔啊，他年轻怎么辉煌啊，我当时白眼要翻上去，然后就是然后我就这些都大我可能1、2轮的那些中登老登们，你知道吗？就当时就是真的很不爽，一些天道酬勤，对对，什么指点江山啦，怎么样的，然后后面我就是还是找人来把我们接走，然后后面就是再也不会就任何带有这种信号的这种饭局，我是完全不会去啊。好，然后包括我不是做金融嘛，我后来其实从北美回来之后，我有在国内试着找工作，什么深圳啊、北京、上海、香港的一些 VC 或者就是 PE 就是私募这种机构，他们面试的时候，如果我有问到说你会不会喝酒，这种公司我就绝对不会去，我觉得危险。然后我因为我相信我的能力，我不需要做这些东西，然后我有更大可以发挥我空间的一个平台可以去找，所以我就对这种东西就从此就非常的反感。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就是大家在这种兼职赚钱的时候，也是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是最重要的。确实，因为我当时上大学，虽然不是被骗，但我当时上大学之后，因为我是就是音乐学院嘛，然后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他们都出去代课啊什么，但因为我是比较小众一点的专业，我是弹竖琴的，然后我们就是没太有这种可以代课的这种资源，就是因为本来学的人就很少，然后你出去演出，大家一听你是竖琴，还要承担你来回的运费啊什么的，就是几乎不会去找竖琴去商演。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很焦虑这件事情，因为我感觉大家都在赚钱，只有我一个劲的在炒家里药，然后我就特别焦虑这件事情。然后当时不是就是也会发一些短视频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有很多说自己是什么什么头部 MCN 公司过来签你，对，然后说签你，但是你要每天就是要去直播。就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想过接触一下 MCN 公司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跟我讲的形式就是每天直播，对，他就说你每天坐班，对，就是你每天打底直播8个小时，然后他给你搞一些画面，给你搞一些氛围，对，然后每人一个小房间，对，然后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给你带节奏，然后反正类似就是去赚一些中老登的钱的这种，然后他们就说来钱很快，但是我是真的做不来这种事情，我也做不来，我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说现在就是就是这类的主播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不太适合我。我真的是我感觉，如果我到下面一看到那些中老登给我发那种骚扰的信息，我真的会直接把我那个直播间骂到被平台抬起来。我真的会狂骂，我真的在直播间里面喷。是，而且我会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很耽误我的时间。本来每天学业就没有那么轻松，然后还有8个小时直播，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挑选一个副业的时候，也要看这个副业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的学业。对，我感觉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比方说你们做模特呀，或者做长视频的这种，其实就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你刚刚说到的是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学业嘛？副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主业，就是主业不允许你有副业。其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对啊，我当时不是就毕业之后我就在加拿大一个就是5大的一个银行做美股分析嘛，然后因为是大银行，它是不允许我们有就是副业的，然后特别是 social media 这种就是社交平台这种比较敏感的东西，因为我们可能接触到一些比较非公开信息，他怕你说出去，以银行的名义，或者说你给别人一些乱七八糟建议，以一个你就是借着银行的名去给别人一些建议，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向公司申报嘛，什么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公司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我当时就是超级害怕，因为我一直在做比如说祛痘或者 vlog 相关的东西，是从来没有涉及到说跟那个金融有关的内容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被约谈，我被合规组约谈，约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因为我自己是判断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嘛，因为我又没有做金融。我说他约谈我干嘛呢？然后进去之后他就2个小时，你知道在干嘛吗？就是在读我们公司的一个
条约，就是那个 training 的一个项目，就从第一条往下读，一直读到后面就是合规条有一个就是跟社交媒体有关。我说 OK， 我大概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拿起我的 B 站在那边看，说请问你的这个信息是从哪？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涉嫌一些，就比如说我在公司楼下拍影片的这种画面，稍微带了一点点，然后说请问你这个画面是在什么时候拍的？然后可能有时候副业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对话会聊到我主业的一个情况，他说请问你这个情况是公开信息吗？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很害怕。然后到后面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我可以发，但是以后我的每一条视频我都要 CC 整个合规部门，然后带上英文翻译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太吓人了，我不做了，太丢脸了。哎，那你现在是在全职自媒体吗？还是？没有，我现在就是不在那个大平台，我现在在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公司里面，我在做我在一个家办，家办的概念就是帮非常非常有钱的老板，他的钱生钱这样，就他可能会有对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主营业务给他，就是帮他有现金流，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帮他的这些钱，就等于说我是他的投资专业的投资顾问，然后我会自己帮他管。比如说一个盘子，或者说这个盘子我就会专门负责炒股，或者说我就是去外面做项目，比如说一个日本的什么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机会，我说服他要一笔钱，然后我们来投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可能就归我。如果这个项目赚钱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抽成，就 bonus 奖金这样，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小公司嘛，然后他会觉得。我们做这一行的应该要有很多的体验跟经验，然后我会见识到更多的人，然后他会觉得我这种就是社交能力比较强，可能会拿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然后会觉得我可能到处走一走，也会看到更多的商机吧。因为我觉得商机它不是坐在电脑前问 AI 能问出来的，因为现在这种时代，我觉得非透明的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确实，所以他会觉得，我哪怕我今天来录播客啊，我就可以认识你们啊，或者我能跟一些就是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我都会知道很多当下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我如果只做金融，我都不会知道的信息，但是都会辅佐我做很多投资决策。确实是这样。那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可以接这种小型投资的同事？就比方说每个月就是可能几千块钱让你去投一下，有这种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这门槛有点不够啊。因为我们是就是自有的钱，就是我们不需要对外融资，我们就是完全就是纯老板的钱，就我们是没有 KPI，就是说你要去找别人要多少钱来开户，然后你要来管，或者说做销售的这个就是没有销售的这个性质，就是纯投资，然后就是纯甲方吧，可以这么说。对，就等于说我们去投别人，然后别人来说服我们投他们这样。那就如果比方说像我们这种每个月收入就是正常收入的这些，那你会对我们的就是理财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如果还不够说去投资的话，投资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非这一行的人，可能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投个国债什么之类的。国债，对，国债应该就是余额宝，反正就是1%、2%、3%这样子。就是放到余额宝里就是最稳妥的办法。就类似于他们不是很多人会把钱放到基金里吗？对啊，就是去买基金什么的，这个。就是基金有很多类型，比如说基金，它就是说一堆国债绑在一起的基金，然后或者说一堆比如说科技股绑在一起的基金，白酒股绑在一起的基金，就各种各样的基金类型，你就是去投你觉得你比较了解的行业，比如说你对新媒体比较了解，那你就投这些跟新媒体有关的，看有没有这种。我不确定国内，我对国内非常不了解啊。就如果有这种基金的话，你可能可以通过你的内部的一些信息去知道说哪些公司未来会发展比较好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以你了解的东西去出发，就永远不要投资一个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就比如说黄金好了，假如说今天它值5块钱，然后它现在价格10块，所有人都说好，它确实好，但是你该不该买呢？你也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所以如果它有一天跌到5块的时候，你会害怕，说完了，怎么跌掉一半了？但其实这是它真正值的价格，你可以去买入的价格。就是所以你不要去买一个你会睡不着的东西去买一个你知道你看得懂它值多少钱的东西，那个才叫投资，就是你知道它未来会涨的东西。那真的，你知道这几天不是黄金暴涨，我就是会萌生出一种要不要给自己攒一点，你就是散户去买一点，我就说，然后后面大跌。对，因为要赚的人就是这个时候卖给你，然后他赚到钱走了，然后你去接的时候，后面没有人再来接了，就越晚来的人就越是韭菜。
就没有人来接你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下来。哎，那你们会预测，就是会有什么预测吗？就比方说，我正好要分享，就是这2周就是那个小龙虾非常有名，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 OpenClaw？ 就是一个很新型的 AI 的一个语言模型，就是我们接了一个我想一下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雇了一个 AI 员工，然后他是24小时为你工作，然后这个员工只为你工作。就是他跟大家平常在用的豆包和 DeepSeek 有什么区别？就是他只接受他自己有关于你的记忆。就比如说你 DeepSeek 你去搜一个什么，别人搜一个什么，他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去帮我扒这几个网站每天最前沿的最重要的信息，然后这几个油管博主一更新，你就把他们的大纲整理给我。你去学习这几个网站，你去看这几个推特博主，你去帮我研究这个期货，就是你要喂他很多东西。从此以后他就会记住，然后每天早上给你发你想要的一个日报。然后包括最近不是有而且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对你，它可以对外。你只要你授权给他，它可以帮你发邮件，它可以看你的邮件，它可以看你的群聊消息，它可以知道你跟其他银行在发生什么，你跟券商在发生什么。然后你要它自动回复，它可以自动帮你回复，它可以帮你看很多大管家，而且真的是不抱怨的牛马，24小时，1个月才$200。我说科技真的，我们招10个人都无法有他这样的工作效率。哎，那如果像我们，就是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是的人，也可以去购买一个这种 AI 管家吗？就是你可以接这个程序就可以，什么都不是，就什么暂时还没什么，对啊，暂时什么都不是，就要安装，然后可能要烧一些 token，就是。有点复杂，但是你们去网上看教程就都会有。反正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 AI 真的太厉害了，而且真的完全就是我实打实的感受到降本增效。而且它给你的那个信息真的是我觉得就真的能辅佐你投资的。比如说就是最近不是打仗嘛，然后我就会问他请你根据 Polymarket 这个赌盘的一个信息帮我预测停火概率。他就会说那3月中停火概率大概30%，我瞎说啊，大概30%，然后3月末停火概率是60%，那可能就是最多人会觉得这个仗要打1个月，那可能它这个盘就会震荡1个月，那你就会在这1个月内慢慢的去，就是有个心理准备，就不会说，哎，完了明天要是停，那我今天是不是要全部买掉？就类似这种，对，然后它就是完全根据大数据什么的去告诉你现在资金的一个流向，包括说什么，哎，现在主力已经外资已经撤啦，散户在接盘啊，但是有一些1%的聪明钱在悄悄建仓，就是你会有这种信息来辅佐你去决策什么时候要去买入。就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那你会感觉就是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 AI，但是就是可以分析这些信息，和如果是你们成为一个就是这种投资分析师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会更准确一点呢？我觉得人的直觉跟感性，它一定是对投资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然后他真的非常的理性到他只用数据说话。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完全做量化，就是只看数字去做交易的人。很适合这个，他非常适合这个。然后他们原来要请10个人去分析这些数据，现在只需要1个$200的小 AI， 甚至不贵。对啊，对。然后人的话，我觉得人最重要的还是起一些什么背锅作用啊，或者说就是教他你应该去学什么，然后就等于说你要为他就是为他正确的信息源，你要让他有成长的一个空间。因为就像教小孩嘛，你如果教小孩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就是培养出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小孩。对。但 AI 你如果喂他一个他最值得学习的能帮到你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成长无限大的一个工具。确实。那像我们岂不是也可以去问 AI， 就是把自己每个月的收支情况告诉他，然后说你觉得按照现在情况我可以买什么基金？哇塞，那真的很方便。就是所有在网上的公开信息 AI 全都可以帮你搜索到。它唯一做不到就是非公开信息。就比如说我这个老股要去找谁买，我能给谁有配额，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只有你通过你自己的人脉资源才会有。就 AI 不会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被 AI 代替掉的一个原因，一个是就是我知道我该喂它什么，我知道我要怎么下指令，我要知道什么，他每天要给我报告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无法被替代，就是我还依然保持着跟人的一个链路，就是我还一直在社交，我在就是
有朝一日万一被什么贵人赏识啊，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就会带上我这样。我现在还是就是还在学习阶段啦，就是肯定还无法自己做什么大项目，所以还是借着公司平台去学习吧。哇塞，好厉害啊！沉默了。没有，就是有点被很厉害。我感觉我们真的好像就是因为我年龄很一致。对，因为你知道我跟小牛就是我们俩就是找一顿吃一顿，说实话，就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找一顿吃一顿。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就是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然后怎么样去把我的目前能挣到的钱做一个好的规划。对，因为我也跟小牛一样，就是不知道钱都拿去干嘛了。对，然后每次到就是快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跟 AI 多学习，就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然后他会帮你分析。如果你还这么年轻，那你可以做一些稍微风险比较大的事情，就哪怕它跌掉10%，你也可以承受。那如果你可能快退休了，他说你这个钱啊，你要留着以后给你养老用，他就不会建议你去投一些很高风险的东西。然后会倾向于说每个月有一些现金流分给你，就是你投进去钱的每个月会有现金返给你嘛。对，确实，他真的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给你一个投资配置的建议。那就是因为我们3个人都是参加过综艺的，就是大家很实话实说的讲，就是当时参加综艺会不会有一部分想要变现的这种心理呢？我说实在的，有一点，但是不多。我当时主要就是想去旅游，带薪旅游，然后认识一下就是新朋友，这样。就是我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我觉得不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就它也不是一个就是流量比天大的一个节目，我可能还是以体验为主吧，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好奇宝宝，体验派是吧？对，我想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也是。录综艺多少个摄像头要对着我呀？然后每天原来是要有妆造老师在后面，体验不一样。原来还有个 PD 跟着你的，就跟我原来在电视前看别人的那个想象中录综艺的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在那个合租屋里面的 PD，就是跟你们是。就是当时也在你们的你是谁？我是波波姐。对，我知道，很巧吧？然后他有跟我就是分享你们就是当时在录我恋6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录综艺那些好玩的东西。这搞得我也很想做 PD。我真的很想做 PD，我觉得好好玩啊！去实习一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感觉可以，可以投一下简历，对，可以去投一下简历。但是那你们就是PD 会给你们下来一些任务吗？就是比方说他跟你们讲说，就是你今天做这件事情，观众会喜欢你，你说就这句话，观众会喜欢你，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举动，对，或者是他说如果你要跟随你自己的心意，你不选这个男嘉宾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会骂你，他们会给你做这些分析吗？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可控。就是我当下想说什么，我当下就说出来了，我根本就不会去背，因为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有点演，或者说不是你自己的成分。对，我觉得我现在观众是很聪明的，他们是能看出来的，因为24小时在拍，你到底是不是这么想，他们是知道的。对，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参加这个节目，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人是你。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主观的第一想法很重要，而且就是我其实对自己在外人眼里的形象是有一点判断的，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人缘挺好的大家也都挺喜欢我。我觉得我只要正常讲话，就不太会招骂，然后要不要让别人喜欢我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无所谓吧，就是我觉得做自己，大家就会喜欢我，就是我有这个自信去，就是让我自己做我自己。确实。但是我当时其实参加综艺的时候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包括现在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就是不算拉姆你们，就是不算综艺里面，就是我学生时代所有的朋友，包括我大学时期。我的每一个朋友见到我的第一眼都很讨厌我，然后甚至就是大家甚至有互相就是说坏话的，你对，就是每一个朋友都蛐过我，因为我感觉我好像就至少在我上大学或者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我就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作作，然后很矫情的。然后我当时参加综艺的时候，我很担心，我特别怕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矫情，然后很怎么样的一个女生。但是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坏心眼儿的人，哪里矫情了？你知道他敢拿着刀直接去。拿着刀去哪？不是鲨鱼。对，当时在那个合租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是，其实我是主厨，我负责做那道菜，但是我不会去刮那个鱼鳞。然后他直接拿着刀，很淡定的就给他刮了。你是冷漠的大润发里面鲨鱼的那个。我是大润发里面
面杀了一辈子鱼了，我感觉已经。这对于我对做作的真的吗？因为我真的所有每一个无一例外，每一个朋友见到我第一眼都很讨厌。那后面大家会喜欢上你啊？大概要过去至少1个月的时间，大家才会觉得哦，原来你其实还挺好的这种。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反正。在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很扭捏的一个人，我确实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就跟别人社交的时候我很扭捏，我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掌握不好那个度，我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然后有些话可能我讲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你是无心的，其实会感觉我在谄媚，或者是感觉有这么夸张吗？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就是一个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当时很害怕被骂。当下你是无意的嘛，但是会被别人误解。对，其实就真的会这样。因为时间，大家会知道，哎，原来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哎，那你觉得参加完综艺，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会有改观吗？有很大呀，真的有很大。因为你会开上帝视角看自己，对不对？对，这也是我当时想参加节目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自己的人，而且我是想一直在跟自己进行深度对话的人，就是或者说深度思考吧。我很想认识我自己，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能用上帝视角看我自己的一些行为，然后包括去反思之前在感情里面的一些行为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哎，那你会有那种就是如果当时能再来一遍的这种想法吗？不会，我觉得所有行为到我现在我都不后悔。我有过，我也是，我说啊，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我再来一遍，换一句话说是吗？对，我换一句话或者是如果我再表达更清楚一点，如果我再能更把前因后果讲清楚，如果我更加表达的不是我的情绪，而是事实，大家会不会更理解我一点？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也是，我真的常常会有，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以后还会去有这种上镜综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很成熟。对，我感觉我应该会，对，他就是学到了嘛。对，真的，哪怕你不上综艺，你可能在生活里面，他就是会给你自己一个提醒，就是对你这个我觉得就是上节目的意义。对，哎，那就聊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现在说也不是那么敏感啊，就是现在说那个就是互联网变现很容易，就也不说变现，就是如果你是体量做的比较大一点的话，你可能大家也会说啊，一条广告就什么几万啊、10几万啊这种，你们会怎么看待这类的评价呢？那是他的实力。我也想。我只能说我也想。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家就是正常上班的人，每个月可能就是1、2万这样子拿工资或者怎么样，然后一看那个自媒体博主后台报价，我的妈，一条广告。但是我觉得他是真的有东西的，我觉得他是值得挣这个钱的。对对，因为我就是短视频怎么着都做不起来，然后我就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就是我以前长视频我觉得挺拿手的，我可以输出干货，我可以就是共情大家，我知道大家想看什么，为什么短视频我不行？后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刷短视频，我不在这个短视频频道里面，所以我永远跟不上热点。什么手势舞出来1个月，我才知道哦，这个在火吗？你就刷不到，平时根本我就不刷。我跟你说完全一样，我当时上有间之前，我其实也不怎么刷短视频，我不怎么看，我就爱追剧啊，我就喜欢能感觉到看电视什么。对，然后我当时上有间的时候也是纯一个体验的感觉，觉得哎新鲜好奇，我说哇我也可以上综艺吗？感觉还挺有面儿啊。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后面然后就是开始需要做自媒体怎么样？那一刻我真的超级迷茫，我非常迷茫。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而且此前我也完全没有看过。我说我要怎么做？我要做什么东西？我的生活真的有人好奇吗？对，而且这么短，一分钟要说出我一天的内容。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在有间我自己晚上。那天做了妆造嘛，我第一次自己尝试拍一个手势舞，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建设。我说妈呀，要对着手机做各种表情，还要动来动去。我录了很多遍，但是我最近的时候，我会经常就是回看自己以前拍的东西，跟现在做对比，然后我就发现我一开始拍的那个第一条手势舞跟现在比，简直就是进步很大的进步，真的，你真的肉眼可见的进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首先你得去接触，对，你得去知道。对，像很多热点，你可能就是会经常刷到，但是我就不太会刷到。对，我都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或者我的朋友，比如说，假如说之后我关注你们拍了，我才会知道哦，这个火呀，原来。那我到时候可以把我刷到的分享给你们。可以，我说你们两个建个群，对，你们两个现在就拍。对，我说今天晚上我
要检查成果，看你们拍到哪一步了。是这样的。我感觉做互联网有的时候确实好像就是需要一定的洞察力，就是你要去分析，其实跟投资分析完全一致。是的，你要在这个投资市场里，你才知道大家在讨论对哪一些未来有潜力的，比如说投资标的什么的。是这样的，我你知道做什么内容，对，你不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人家说买黄金你去买，你已经晚了，就有点像短视频吧，人家已经火过了，你再去录，你就是跟不上这个热点。是这样的，热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晚一天也不会比前一天的效果要来得更好。所以我感觉不论是做任何行业，包括投资啊，或者是自媒体，或者是任何副业，我觉得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执行力，我常常我刷到这个东西之后，我说我想拍，我可能放在1周我都不会拍。哎，你们是 P 人吗？对啊，你们是 P 人吗？对，我是超级大 P 人。哦，我是超级大 J 人。真的吗？你是会做计划表吗？分我一点吧。我全部都是，因为我不做计划，我所有事情都做不完。哦。就比如我不做计划，比如说我要把我们今天这个脚本过一遍，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那我今天可能就会表现得不好，我就会非常怪自己。就我是会想要把每件事情都很认真的做到最好。就我不想。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厉害，是有原因的。真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跟拉姆，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分享那些视频，我说拍，然后他说拍，然后我说明天我们两个拍这个，后天我们俩拍这个，然后1周过去，我俩一条都没有更新。而且我们两个甚至我们俩的抖音聊天记录就是他给我分享一个视频，我给他分享一个视频，就是纯记录，说我们俩拍这个。对，热点已经变成冷点了。我们俩他说哦，好像这个还没拍。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这种困惑，所以我觉得感觉执行力真的很重要，无论做任何工作，完全不拖延的一个人。就是，但是你跟不上热点，不拖延也没关系，我跟得上投资的热点就可以了。其实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媒体上，人会有一些支点。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反而会产出一些新的内容。对，是这样，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就是除了在忙一些不赚钱的事情以外，我唯一赚钱的途径没有，它是情绪价值啦。唯一赚钱的途径就是自媒体，所以我会特别的数据焦虑。我现在这段时间真的会数据焦虑了，以前我都有一点了，更何况你们就是比较大的重心在这上面。对，所以一直保持流量很高，然后而且一直在产出，然后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的博主，真的是有实力的。对，所以他们赚那个钱，他配应得的，真是应得的。我现在就是也会想说，比方说我实在是不得不我要去拍一条超级大硬广，那我前后我就每天我都更新一些新的东西，我就是弥补一下这条超级大硬广。我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想要弥补一下大家这种心理，因为我不希望我会感觉我的账号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对我来说像我的小孩，我不希望我的小孩一点进去就是乱七八糟的广告，那我会觉得观感很不好，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拍一些东西，这样子，包括记录生活啊什么，我感觉自媒体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有啊数据焦虑，大家都是围在一起会聊这些超级焦虑，再加上还没有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方向的时候，数据又更不好的时候会。直接焦虑的，所以当时就是我要坚持做长视，就是还在可能22年、23年的时候，我是当时有在想说，哎，我要坚持做长视频，还是说我要主业就是做金融，我要放弃一个嘛？就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金融，我觉得它是可以跟着我一辈子的职业，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越来越。就有沉淀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会害怕，我可能过了5年我就不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就没有钱赚了，所以我可能就是放弃了自媒体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觉得人是需要很多支点的，尤其是如果你想去做自媒体，通过自媒体变现的话，你要有很多其他变现的方式，不然的话，即使你想要拍一条 vlog， 你的生活也很单调，因为你没事儿干，你拍啥呢？很硬啊，对，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的。你平时不干的，你今天突然去干的了，很突兀。而且我很清楚知道观众想看到我们不一样，对，就我们要有进步，对，因为我说实话，像短视频现在就是比如说什么3秒黄金时间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会有你要最开始抓住别人嘛。对。但我在想，你花3秒抓住别人，那别人也可以3秒抓住他呀，就是他粘性就没有像长视频那么的强。对。那可能大家是因为综艺认识的我们，就更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好一点。但是有一些就是完全，比如说纯靠很短几秒钟的视频去吸引别人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变现也会稍微再困难一点。是这样子的，就还是要让观众喜欢上你这个人吧，我觉得比较重要，然后可能会跟着你比较久。对，其实现在做自媒体，我自己认为自媒体是一个比较
饱和的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比方说美妆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很头部的博主了。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你想要做起来去支撑你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你去通过一些曝光，比方说你参加的综艺或者是怎么样，你才可能会得到一些变现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就会感觉有的时候，即使是收到一些恶评或者怎么样，我也觉得好吧，其实也值了，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上综艺的。对，那你们私信里面收到过的最经常的这种私信是什么？是爱比较多还是攻击？我觉得大家都蛮喜欢我的，我也是。对，就还是来自观众的正反馈跟善意会偏多一点。是这样子。哦，你当时就是第一期大家一开始见面，然后你去读你的那个恋爱说明的时候，我那段真的看得我有点泪目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好能共情，就是他大概是讲的就是以前的一些过往的经历，然后怎么样，我当时真的觉得好能共情啊！我就觉得我们这种比较恋爱脑的女生，我们就是值得更好的，值得最好的，就是值得一个跟我们一样恋爱脑的人。当时看我这里想为恋爱脑就是证明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整个节目表现下来，我是比较主动的那个，然后大家就会说是不是女生主动显得廉价，或者说啊你这样就你没有神秘感了，男生就可能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滚。但其实但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我的善意跟我的好感，我的爱意是没有条件的，就是我喜欢你，我没有要求要你喜欢我呀。我知道我很曼妙啊，你如果正好喜欢我好啊，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因为我在喜欢他的时候，我并不抱有说他要喜欢回我的这种执念，而是说我喜欢你，我就会表达我的感情。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恋爱脑，我觉得是很勇敢表达自己，是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个事情。反而就是在玩拉扯，就是感情里面有博弈，比如说哎呀我们比赛谁先上头，哎呀就是我要冷你多久，被我拿捏了，看你先回我了吧。就是我觉得这种带有输赢的这种博弈里面的这种暧昧，我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纯粹，可能你就是想证明说你缺少别人对你的认可或者是关注，或者你缺少一些爱，你缺少一些安全感，你才需要在暧昧中获得这样的感情。那一旦对方不给你这样的反馈的时候，你会很内耗的。所以我其实感情里面我一点不内耗，原因就是我在爱他，我在喜欢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无条件的一个付出，对，付出。我能感觉到，就是我自己是会觉得，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肯定是会全部，真的是付出全部，因为我自己脑子里面会有，就是即使等到有一天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分开，我不会后悔。就我想这段感情，我觉得我已经付出了很多，我把我能付出的都付出了，我真的一点都不会后悔。我会觉得后悔和遗憾的这种感情反而会更内耗我。所以我完全就是不会说放不下某一段感情，因为我能做的都做了，那还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各自安好，就是可能哎呀会有更曼妙的人在等着我，确实是这样，老天要分一个更好的给我，真的只能说福气还在后面。对啦，是这样的。哎，那你再去回看那些剪辑的时候，我会感觉有一些剪辑，其实你当时没有想要传达那种意思，但是好像剪出来那个眼神，好像就是有那种意思了吗？有他们会把一些我没有很注意的片段剪的什么拉丝啊，什么那种说啊，我当下我就是往那看了一眼啊，怎么就什么目光什么有电之类的，我觉得还好。哎，但我想说，就是综艺跟现实区别非常大的是，综艺太沉浸了。你当下你没有手机可以跟朋友去骂这个人啊，或者说你没有可以分散注意的点，因为你完全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说实话，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就是跟我玩拉扯的男生，我都不会理他，我就太忙了，我就已经忘记他了。就你要跟我玩这个，我说跟老娘玩这个，然后我就可能就是这个感情可能就不会有继续。但你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你睁开眼睛就是他，对，你就要面对，而且有很多环节就是去推动你们的一个进程，所以我觉得它跟现实生活中非常不一样。大家说怎么可能恋综上头这么快？你去试试，真的，因为跟你要上班是不一样的。对，每天起来就是约会项目，每天就是被那个粉红泡泡包围，你人生就这一件事情，谈恋爱，对，就这件事情，所以真的会上头很快。对，那你会觉得就是你当时在恋综里面的那个就是男嘉宾，你会觉得如果你们现实生活当中接触的话，你会觉得你们有可能吗？前期真的说实话比较难，因为他是慢热，很慢，然后表达感情的方式跟我非常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节目的推动，我们有可能会还是互相吸引，但是不会像节目上那么顺利，就肯定还是会经历一些波折，但是节目可能就是真的粉红泡泡太多了，所以会快一点。但我们私下就是
离开那个乌托邦之后，我们是有认真去了解对方的，但是后面就是还是肯定是不合适才会分开嘛，或者说我们都已经努力过了。那才会是这个样子。对，确实就是某种观念不合，或者说什么，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或者说他表达方式就是跟你不一样，他就是比较冷，然后我就是比较热。那我觉得久了，就是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在一起了那肯定要分开嘛。那感觉你还是其实蛮理智的。我真的是不耗到最后一刻钟，我是不会想。我第一段是这样的，后面我就不会了，我进步了。哦，那你真的进步了。我第一段是这样，我到现在还是会这样子。但我现在跟庄敏如还没有到就是开始耗的阶段，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比较就是很正常。你们好甜哦，我在你们后面还在拉手，我都偷拍你们。我感觉我们两个，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庄敏如的理想型，庄敏如也不是我的理想型。感情就是这样，爱是没有原因的。对，真的很奇怪。而且当时我们录合租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给我们安排什么恋爱的这种剧情发展，但是好像就是莫名其妙就会渐渐的对一个人生出不一样的感情来。所以我会觉得反而是因为我们当时录有间是一个友综，大家每天就是做一些朋友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这种时候我们再会发现我好像喜欢你之后的感情好像会更久一点。我觉得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了解是好像是最展现自己的，就是你不会说哎呀他可能喜欢苹果，那我假装我也喜欢苹果。是这样，就是以最就是做朋友，然后做自己。对，这样我觉得是。我理想的就是感情进展也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就是他就我们那逼着你要给一个男嘉宾写信。对，你们要给男嘉宾写信。对啊。哎，那你们就是大家下了节目之后，就是还会互相联系吗？就不是说跟男嘉宾就是会啊，还是会经常对，但是我们真的就是隔太远了。你像你们可能都在南京嘛，我们就是可能天南地北，然后确实见一招很难，见一面很难。对，而且就是我又就是工作可能也不是就到处东亚巡演这样子，就是这样转一圈就。我自己都很难确定我会在哪里，所以就很难提前约好。就他也不知道他会在哪，我也不知道我会在哪，所以大家都挺忙的。那你就是如果接下来再谈一段恋爱的话，你会希望是比较稳定的那种吗？还是说要跟我每一段都希望稳定啊？但是你就是经常会就是到处飞啊，或者是怎么样？No，我觉得这不影响就可能就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人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更开心，那我可能就会分更多时间给这个人。如果我还是觉得工作更开心，然后这个人没有，我觉得要爱到我要愿意放弃工作，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可能就不会开始。哎，那我会突然好奇，就是因为你是做投资分析师嘛，那比方说你在择偶的时候，你会用投资的眼光去看，会的吗？你会看这个男生是不是潜力股这样吗？不是潜力股，而是我觉得他的品质，就是用股票的话讲叫基本面，就这个人的底色是不是好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坏。那我觉得是我无法改变他天生坏种。对，就比如他就是坏他就是爱贪小便宜，他就是对感情非常的敷衍，他就是回避型。我觉得这个是我无法再怎么磨合我都无法改变他的一个人，我就无法跟他在一起。但如果我觉得他只是就是大的基本框基本面是好的，只是一些就比如说什么小瑕疵啊，或者说他未来是有利好的一些消息啊，或者他现在只是什么就是 underprice， 就是它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就是还没有人发现他其实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会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哎，其实我有点你的意思，对，是通的嘛。对，投资跟生活是通的。对，我现在就不会像以前，就是纯因为喜欢这个人，我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现在不是，可能长大了吧，可能就是看这个人要看整体。对，有一些如果这个人身上有一些我不能接受的点，那我是绝对不要的。而且我很相信感觉。你很相信感觉？我非常相信感觉，就是有的人我见第一面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喜欢他，对，然后直接就变成朋友，然后就是你再也不会往那方面想。但如果就是我觉得我淘汰人的那个速度非常快，但是我可能每天不行，第一面不行 out， 就我可能聊10分钟，就可能就是我跟很多各行各业的人聊过天，然后我也跟很多不同性格的人相处过，然后或者说我也很经常跟陌生人去社交什么的，我就会很快的判断这个人他跟我的磁场合不合。对，会这样。那你会感觉你做这种财经方面这种投资分析会对你的恋爱观或者是什么产生影响吗？就是因为你们要常常用很理智的去思考去算，那你会感觉会对你的这种恋爱啊生活啊这种会
就是我会非常不喜欢唯利是图的人。哦，对，因为我自己做这个，我知道我希望我还是有一些情感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我希望我的爱跟我的善意是无条件的。但是比如说某一些油腻金融男，为什么让大家觉得他好像很精英，然后又很利己主义，就是因为他的付出他都要有回报。他觉得他在你身上花了一顿晚饭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跟他 A 呀，或者说请回他，他就会觉得失去了一些什么很宝贵的时间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种我会非常的反感，就是你难道你的付出每一个付出都是标好价格的吗？确实是这样。哎，但是就是据我所知，好像就是这种金融行业的这种金融男，他们在相亲市场很受欢迎。哎，for me 就是对我来讲没有。哎，但是我很祛魅，而且就是可能对外行人会觉得金融是一个很对风光的行业，哇，金融男，哇塞，肯定出入就是都是提着个行李箱到处飞啊，然后穿着西装梳着油头什么的。但我其实知道他们都在干嘛。哎，那你能不能说出几个可以让大家祛魅的点？就比如如果他说他是做投行的，大概率他就是个牛马，就是他是个就是可能需要去做很杂，就是我说早期还没有 AI 的时候，他就做杂事，就是对一些文件啊，就比如说他今年要收购这个畜牧的一个厂，就是养牛的，他就要到那个农场里面去数那边有几头猪，数有几头牛，然后每个牛可以产多少牛奶，一年可以帮他们赚多少钱，就他们要做这种，就是真的完全就是很详细的尽调。就是他并没有那么的风光，明白。然后真的很风光那些，我说白了，可能也就是资本的搬运工。就比如说私行的一些经理啊、客户经理什么的，他就是有钱人的银行柜员。那也就有点像奢侈品的柜姐，她本人并不是奢侈品一样。那就是掌管那么大资金的金融男，他本人并不拥有那么大的资金，他只是去负责。把这个资金就是可能有些操作什么的，就是包括我看我自己，我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在认真工作的，做我本分内的事情，并没有很风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比如说我要去日本，飞去日本，然后做一些很详细项目尽调的时候，我就是要去土里面，就是去看这个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并不是说我就是要去谈说，哎，几个亿的合同我不签，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大概率还是就是看你是不是做实事的人吧。就如果你真的是满口。就是像金融人，就是比较有的一个毛病，就是可能会把话说得很大很满，会包装这种，他就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浮躁的人，因为他看的东西都不是很实在的，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这种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是很祛魅的。但如果他分析某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逻辑，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认知，我觉得他真的是，哇，他的角度好新奇哦。对我来讲，我觉得才是加分的点。就他会金融男很能骗外行的。哎呦，那我好奇一个事情，就是你们会就是找对象这样子，你们会选择找同行的吗？还是说一定不能是同行的，得是不同行业？因为他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这对情侣他们做的是同一个行业，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是这个工作上的这种专业上的问题。进行一些这种讨论，会影响他们的感情，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们会坚决不找同行的人。你会这样吗？我完全没有预设，因为我之前的2个前任都不是跟我同行。然后我现在就是接触很多，就是比如说跟我同行的人交流，我也觉得是很轻松愉快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在做什么样的职业，但我觉得这个磨合跟沟通是跟这个他做什么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吧。就还是看你怎么经营吧，就是跟不同行业的人，你是否能保持一个很柔和的沟通方式，这样。我感觉跟你讲话真的能学到很多，真的是这样。多请我来，真的多请你来，私下约，真的私下很约。对，我说一有到什么问题，然后我给奶绿发消息，我说你可以用投资的眼光帮我来分析一下，然后开始帮你喷这个男的。我真的感觉好像就如果就是女生如果把自己的一些心思或者时间花在学习如何理财或者是如何搞钱这种事情上面，他永远不会背叛你。对，他好像其他的眼光就是也会更长远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包括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能力，好像会更成熟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
把一件事情想得很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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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敢开始做这个投资。那可能生活也是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逻辑是什么，我的本意是什么？如果有这样的后果，我会不会能承受？就是我可能就是小到生活中的细节，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潜意识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有这种潜意识很了不起了，已经。就是可以在小细节里面去发现商机，或者去思考是不是有一个商业模式。哎，那如果比方说我跟拉姆，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时间不是很紧迫，然后呢平时的就包括有一点点粉丝量，然后再加上比较有亲和力，像我们两个这种人可以做什么行业？你觉得？我觉得你们这播客就超级好，因为我很爱听播客。真的吗？我也非常爱听播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是一场很好的访谈，或者说他们聊的话题我很兴趣，我会觉得我真的在跟人产生链接，我会有新的思考。但这个是我刷短视频完全不会有的一个收获，所以我觉得你们做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哎，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要去开店，就是很想要去开个小店，就是怎么说，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特别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那种装修的很温暖那种小店。然后那你会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完全没有过任何这种金融的学习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做生意，甚至家里人都不怎么做生意的这种，你觉得我们会适合吗？我跟你说，我干过这个事儿。我大二在厦门开过一个咖啡厅。哦，真的吗？然后非常的失败，真的很难，非常难。哪怕你就是学这个，哪怕你家里有人可以就是给你一个帮助，或者说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说你觉得你遇到了传说中的你觉得很理想的合伙人，他就都是问题。真的吗？他非常难，真的非常难。就是而且，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情绪价值，没有对他给你的回报有那么大的期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你开心你就去做。因为你不开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对。但如果你就是觉得希望他能帮你挣钱，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下，还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就你可以开始学习，但我觉得你真的要把钱投进去，说你要 all in 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确实，这是第一次有人很理智的跟我分析这个问题，因为感觉身边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挺多的，我有很多朋友不会想那么多后果，是吗？对，他们就是大家毕业之后都会就是确实不太好找工作，现在大家都会想要说要不要先开一个小店创业。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创业的想法的。对，我试过，但失败了。所以我后面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是抱有好奇，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我去试了，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自己的经验。我说我还是好好学习吧，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样。那如果就是你像我们三个现在参加过综艺啊什么的，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就我跟拉姆我们俩还好，但是你一边有就是这种类似于网红的身份，但是一边又要去做这种投资，这种需要你非常冷静分析，你会觉得这两个很割裂吗？不会，我觉得它完全相辅相成。真的吗？我的主业会帮到我的副业，我的副业也会帮到我的主业。真的吗？你不会觉得就是感觉现在如果比方说这种娱乐圈啊，或者是网红啊，互联网会有一点浮躁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认识一些人，而且是有含金量的人。我直接发了个小红书帖子，我说我要认识大家。然后就真的各行各业，我觉得就他们会介绍自己，但如果没有介绍自己，或者说很 random 的那种私信，我就不会理。但如果我觉得他们也是抱有诚意，对我有好奇，我也对他们职业有好奇，我们就真的是私下见面。然后我真的认识到很多，我觉得是对我到现在都有帮助的人。这个那我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副业，或者说我的这个自媒体的平台，我怎么可能会那个帖子那么多人会想要来了解我？确实。然后我在做投资啊，或者说大家会知道我的经历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大家会对我有更多的一些好奇，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开始的话题啊，或者说我可以分享一些他们好奇的部分。那我也可以很自然的问我好奇对他们身上好奇的问题。然后而且我觉得做这个的话，像我们有时候做甲方，他们是希望我们有一些背书的，就说你是做这个，你应该不是骗子吧，你应该真的有钱吧，你应该就是看你这个 vlog 到处飞，你应该是真的是公司有业务的吧，就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骗子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去认识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我怪怪的。那为什么说自媒体能帮到主业？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会觉得，我当时刚到新加坡，我说，哎呀，这么多华人的一个地方，这么多品牌出海跟入海的一个，就是亚洲的一个中转站，为什么没有就是自媒体行业不发达？你们会怎么想这个事情？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大家都忙着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自媒体
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去做其他更赚钱的生意去了，所以就没有去做自媒体。我会有这种想法。对，这个就是我会去思考它的本质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人是没有任何容貌焦虑的。哦，真的吗？零。为什么？因为好像他们漂亮是赚不到更多什么钱的。就是好像你很漂亮很漂亮。他们觉得你也就跟我们一样打一样这样的工，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网红经济或者说娱乐圈经济，所以大家穿着呀、妆容啊都是以舒适为主，就是穿个拖鞋就出门，然后男生就是全身优衣库这样。那我好想去新加坡啊 ！No， 然后你听我说完，就是那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带货，或者说你要做 MCN 机构，或者你要签网红去卖货，卖不出去，因为大家不买，大家并不会你的推销有焦虑说，我有冲动，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变漂亮。然后他们变漂亮，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的，就不会有什么红利吧。但是相反，在韩国这种地方，每个人为什么有容貌焦虑？是他们漂亮是可以赚钱的，可以当 idol， 可以当明星，然后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对女性的一些，因为你是个漂亮女生，你会有更好的优待，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情，这个生意就是能不能走得通，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需求，对，你会用更新的视角去看待一个商业模式，它能不能成。然后包括不是日本做那个项目，它是一个就是跟不说国家，就是包括我在做一个就是滑雪有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它就是很吸引年轻人。我觉得它可以更火，那我是不是可以让我的朋友，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玩？我邀请你们一起去玩，所以我就开始在那边就是研究这个事情。首先，它回报率不错，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真的大家有这个需求，它有性价比，然后目前还比较小众，然后年轻人会喜欢，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可以用我自己，就是带大家一起去玩啊，然后让大家就是都一起去体验这个地方，那可能他广而告之的这个地方它就火起来了，那我们的投资可能就会赚钱，就类似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要懂得利用自己的资源，把它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完全的相斥。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能想得更深吧，因为你知道的东西更多。原来自媒体有的各行各业是这样子，为什么就是国内现在娱乐行业就是没有很发达？为什么就是甲方的预算比较紧张？那可能就是大家手头上经济下行。那为什么经济下行？就是你会追溯很多问题，你想的东西就更深了，而不是就是停留在说这个东西做不了，为什么呢？不知道。那就是像这个是我自己真心想问，就像我们这种小白，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这种入门的书籍啊？我很推荐那个播客也可以彼得林奇的一个书，他是完全就是带你，就是把你当小学生，教你怎么去看待投资这个事情。就举个例子，他会说，他会看自己的小孩子正在看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他的小孩在看迪士尼，他的小孩在吃可口可乐的那个就是薯片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因为那个书写在1950年，反正我不要给播出，反正是很早很早期的时代，就那个时候股票才刚刚开始，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通过身边的小事去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在慢慢的被人知道，自己的小孩都在用，然后以身边为例子去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该投，就是他会用一个很简单清晰易懂的例子去告诉你一些投资的本质。然后我觉得小白可以去读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书，我觉得那个是对人生观有一个改变。是什么？也对我帮助很大，叫《与神对话》，你们看过吗？我看过。对，所以这个对我启发很大的一点是，我以前就是祈祷啊，或者可能大家宗教不一样啊，就是这个书也无关宗教，你什么宗教都可以读。就大家在祈祷的时候会说我想要钱，这是一个错误的祈祷。因为你在说你想要钱的这个时候，要这个字就说明你现在没有钱，你是匮乏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在说了这个请愿之后，你的所有思维逻辑都是围绕着你目前没有这个事情而去做的，所以你可能对钱会有一个贪念或者执着。那当你这个执念达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心态破防啊，或者怎么样。但如果你是说我感恩我现在是富有的，那么你就知道你现在的所有行为是围绕着你觉得你可以把资金运用到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觉得你就是可以赚到钱，你可以知道你要怎么去赚到钱的一个心态去看待钱这个事情，那你所有的思维跟逻辑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我觉得也相等于感情，就是如果你说我想要一个男朋友，说明你现在的感情是缺少一个男朋友来给你爱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说这个男人的出现是给你爱，当这个男的不给你爱的时候，你就会患得患失，你就会就是暧昧期的那个内耗，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后面就包括就是有好感的男生的时候，我就完全抱有说我不缺他来爱我，那我喜欢他，
我就想给他发信息，我就发，然后我想要表达我的喜欢啊，我不在意他会不会回我。如果他回我，说明他可能也是我是吸引他的，我觉得那刚刚好。那如果他不回我，我也就是可以很平静的接受这个事情。就我当然会难过，但是我可以接受他是不爱我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去看这2本书，可能对投资就是跟你的人生观都会有一些帮助。明白。那我们就说回到刚刚的这个主业和副业的问题啊，那你会怎么去平衡主业跟副业之间的这个精力呢？我可能大部分时间就还是在主业上，然后我觉得我想要休息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副业，就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中。我觉得就是我大脑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你就其实副业对你来说是一种休息，做自媒体，那这个还蛮好的。就好像我想到我当时那个准备考研的时候，然后我之前特别讨厌练琴，自从我要准备考研，我要念书背书之后，我就会觉得练琴简直就是一种放松，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有对比，对不对？对，会有对比，是这样子的。是啊，我也是。那你们就是最近的一次，你们觉得最值的一笔投资是什么？能说吗？应该可以吧。最值的一笔投资，对，就是跟股市有关吗？钱、时间、精力都算。我思考一下，最值的一笔投资，我觉得可能还是日本的项目，就是可能太干货了。你是去旅游？就我讲一下我怎么发现这个项目跟做这个项目。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北海道大家听过吧？就是那是一个滑雪非常贵的地方。它原来不是那么贵的，它原来只是一个澳洲人会去滑雪，就是纯滑雪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这个讲，你的声音会被抢走吗？抢走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其他人觉得乃绿说的好对，我也去投，我要跟他去竞争一下。没关系，太好了，大家把这个地方炒热了。真的吗？那你讲。对，然后就是我会觉得。我讲了二世谷，它就很贵，贵到就是离谱，就它已经失去了纯滑雪的属性，而是一个社交属性，就大家去那边是发朋友圈，就吸引了很多富人去那边滑，明白？包括什么梁朝伟啊、陈伟霆啊，然后什么大家就王思聪，大家都能在二世谷偶遇他们，就整个冬天他们都在那滑雪。然后慢慢那个地方就是贵到澳洲人不去了，就真的爱滑雪那批人不去了，于是就有了白马这个地方。它当时它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小山头，它就是当年冬奥会举办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是当时是冬奥会举办是90年代，就是日本很经济繁荣的时候，但是建完那个房子之后就经济萧条，然后就那个村子就变得很穷，或者都是老破房子，就没有什么发展，外资也不去，所以现在去投他们是很便宜，他们地也很便宜，因为他们地都是可能继承可能100年前的地，然后现在就可能白菜价买给你，但是这个地你在那边就是如果做一个 Airbnb 啊或者一个房子，你卖的话一晚上可以卖1-2000刀，就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就哪怕你的现金流很不错，然后这个地价也在涨，然后未来我们判断可能外汇也会高，那我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的，我就要亲自去看看。所以我是24年10月份第一次去日本，就自己去看，然后找了几个，就我自己网上找那个土地中介，我要去看那个情况，就是去有点像考察吧。然后第2次去就是我觉得我要做很详细的功课，然后到后面就是我觉得我对村子非常了解了，我可以买了，然后就买了几个老房子，就是这1年做实验，然后到今年我们就是买空地，我们自己盖新的，就可能要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曾经有让我赚到钱，未来我也抱有期望的一个项目吧。是滑雪产业还是民宿？滑雪，民宿，但是我们是请管理公司来管。那我可能就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要去小到找中介买地签合同，大到我要怎么跟管理公司谈分成，然后我未来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想法，它的属性是什么，针对什么样的客群，什么样的人会来买我之后想要的这些房子，因为我要卖掉我才会挣钱嘛，就是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就是这个就是金融人怎么从0到1去做一个项目的一个实力，这个确实是真的，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笔投资。我已经邀请张楚他们，就是我们还有张楚猪，就是我们当时去新疆那些女生们一起去，冬天去，现在也邀请你们，我们冬天一起去玩。哇塞，就是那我完全接受邀请。我刚刚就想说，什么时候到邀请咱们办一个大团建。可以，哇，我真的会很想去玩，我真的很想去玩。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大家会就很开心的地方吧，因为我其实理想中就是好朋友们在一个民宿里面，然后
玩，然后外面在下雪，然后有人想要去好大家回来一起做爽饭，然后可以看电视、玩牌什么这样。哎，那个地方岂不是只有冬天才会盈利吗？它夏天也很不错，夏天是日本人自己会去 hiking， 就是去踏青啊，然后很多就是老爷老奶奶会去爬山，它夏天也很漂亮，就有个湖啊什么的。哇塞，好棒，好棒！这个所以它就是比起二世谷，它的就是那个性价比，就是回报率会高很多，因为它夏天也在赚钱。确实对。哎，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去那个航道盒子。就是我说实话也挺美的，但是就是感觉很不方便，各种很不方便。那我会觉得，如果有人去开发一下，就是真的去做一个，会不会也很赚钱呢？是的，所以我为什么想要宣传这个地方，就我觉得就是热闹的地方会越来越热闹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然后确实，确实，它还没有就是到一个很成熟、很饱和的一个时段。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早期一起去开发，去把它做起来。都是就是不错的生意，这真的是一个很棒投资。那拉姆最近做的，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个投资呢？瓦利达那可能是这个算一种陪伴上的投资。养了一只小猫，刚养。对，我刚刚听你说你想猫了，今晚就要回去。对，因为刚养，它还很小。多小？现在3个月刚。小奶猫。对啊，2个月我接回家的。哎，我自己真的会感觉拉姆买了这只猫之后，它好像就是变柔和了。也不只是变柔和了，就是它变得更就不那么孤独了，感觉就是以前我们2个互相之间聊天的时候，就是会感觉很焦虑啊什么什么的这种，但是感觉自从你有了猫之后就不会了，你真的感觉变平静了很多，因为你知道吗？我天天强制爱，感觉平静了很多。养一只小动物，这种亲情、这种陪伴上的投资，我觉得也是很值的。那确实，而且它会跟着你很久很久很久。对，是这样的。这个情绪价值会陪着你很久很久很久，而且我觉得你可以看它成长的那个过程是非常有自豪跟。那这笔投资好棒啊！你也去投一个？我马上我就去投一个。你不是说过完年你就养吗？张明说不愿意，但是我等一会儿会把我们这段话告诉他。我说这是一笔长久的投资。猫还是狗？我想养小猫。那它费钱的部分你有想过吗？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养过，所以我才会想要养一只。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它不粘人。我也是一个比较势利的人啊。如果我养一只小猫，我会希望它粘我。你强制爱，让它习惯。很想。你如果从小就培养它，就是跟你很黏，可能长大是不是就会习惯跟你很黏？我不知道，我没有养过猫。我养的那个品种本来就比较粘人。你看我昨天走了，然后昨天晚上没跟它睡，今天晚上我回去，它估计要先粘我一晚上。我以为它会生气不会，它会粘我一晚上先。这个投资真的可以投一笔，而且它现在每天必须挨着我睡觉，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很粘人啊！对啊，真的好棒啊！这个投资好值得啊！推荐大家推荐孤独的人去投一笔很值得的一笔投资。你的呢？我是感觉去上课吧，就是去报那个什么雅思课啊、健身班啊这些，就去报课。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对我来说体验型最值的一笔投资了。确实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会感觉我生活当中的很多碎片化的时间被利用起来了，我不会感觉那么空虚了。我会觉得这笔投资真的很棒。那我发现我们用到的投资真的都是那种得到回报的，这种投资就是好棒，好棒。那你最后给我们刚刚出社会或者说还在读大学的20多岁的女孩一点搞钱的建议呢？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的部分，然后去发挥它吧。就是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它无法帮你搞到钱。就可能满足于生存，但是你情绪的那个部分，你要知道说有没有像副业的这些支点啊，然后或者一些什么兴趣爱好去支配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以学习为主，因为前阶段如果你对赚钱有太深的执念的话，然后就可能比较浮躁，你很难学到真的东西。它未来真的要用上的时候，你可能脑子就没有东西去用它。确实。然后还是等风口来吧。现在先沉淀一下，先沉淀一下。对。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理性，咱们长个心眼儿，就不要被骗就行。我没有任何建议，我不知道，我对钱很没有概念，我没有什么建议，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就顺其自然嘛，也不要说太觉得自己我一定要节省，我一定要省钱，我也不给自己吃好的，我想买什么我也不买了。我觉得也不要，就我觉得生活还是开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适当的对自己做出一些奖励啊什么的，我觉得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动力，包括赚钱也会更有动力。是这样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女孩茶话会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奶绿分享到非常很多这期干货满满，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学起来好吗？咱们记下来小本本。
好啦，那我们这期的哭哭聊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